赌王的原配夫人，娘家背景显赫，但为何在她病中长子惨死，长女发疯，大房一脉被团灭的时候，她那个强大的娘家却不出来帮她呢？你以为赌王放弃原配一脉只是因为喜新厌旧吗？要知道啊，李婉华的家世背景早期有多强势，后期就有多拖后腿。而李婉华和她的子女啊，不是输给了2胎、3胎、4胎，他们是被赌王何鸿燊当做旧资产给清仓和献祭了。这故事的开始呢，要先澄清一点，这何鸿燊呢，他从来就不是什么穷小子，他是家道中落的破产贵族。他的爷爷何福呀，是香港的顶级大富豪，他伯公何东呢，更是当年香港的首富。何家在香港呢，是触手遍布商政两界的超级家族，所以何鸿燊骨子里呢，流的他就不是凤凰男的血，而是资本家的血。这种天堂跌入地狱的恐惧呢，让他比任何人都更渴望权势，也更懂得如何利用婚姻这个跳板。他看上的第一个跳板呢，就是李婉华。但是李婉华呢，也不是什么恋爱脑白富美啊，他的父亲李登呢，是澳门当时唯一的华人公证人，手握法律话语权。但他妈呢，只是个妾啊，他自己呢，在4房太太和23名兄弟姐妹中呢，排行第15，是个庶女。所以呢，他和这个何鸿燊的婚姻并非是王子与灰姑娘的童话，而是一场各取所需的精准投资。这何鸿燊呢，看中的是李婉华的仆人身份，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啊，那时候的澳门呢，还是这个葡萄牙人说了算，他需要黎家这个土生仆人精英的身份呢，帮他打通澳门的政商界。而黎家呢，看中的是何鸿燊背后那个在香港盘根错节的何氏家族背景与何鸿燊的发展潜力。李婉华父亲把她嫁给了赌王，其实啊，就是低成本投资，这样投资呢，回报是巨大的。何鸿燊呢，靠着黎家的人脉呢，迅速崛起，并在1961年呢，联合了霍英东等人呢，一举拿下了澳门赌牌。但就在何鸿燊的赌王帝国冉冉升起的时候，一个致命的时代转折点来了。这1974年呢，葡萄牙爆发了康乃馨革命啊，直接导致了这个葡萄牙全球殖民体系的崩塌。澳门的回归呢，已经是板上钉钉的现实了。咱说何鸿燊这位人精中的人精啊，瞬间就嗅到了危险的气息啊！他意识到呢，自己身上那层靠着李婉华家族贴上的仆人标签，在未来呢，将不再是护身符，反而呢，会成为他向上社交、拥抱更多资源的绊脚石。他必须得切割，而这场切割来的是多么的巧合，又是多么的残忍呢？咱来看看啊，大房一脉的时间线。这1957年呢，李婉华的仆人身份啊开始贬值的时候呢，他突然就患上了一场怪病。紧接着呢，赌王就以大兴绿地为由啊，迎娶了家世同样是不简单的蓝琼英。这1973年呢，李婉华在葡萄牙遭遇了离奇的车祸，脑部重创，几乎成了植物人。而最致命的一击呢，发生在1981年，李婉华唯一的儿子，也就是赌王曾经内定的接班人何佑光呢，和他的妻子苏 K 呢，同样在葡萄牙的里斯本啊，遭遇了一场车祸，夫妻是双双当场殒命。这小孩是不是多到让人毛骨悚然？咱可以看一下啊，三星创始人李秉哲的操作。当年呢，他为了能够让三子李健熙啊合法继位啊，也是用尽了手段，将自己的长子李梦熙呢流放到了海外，彻底剥夺了他的继承权。但在三星这种财阀内斗里啊，好歹还讲究个体面啊，留了长子一条命。而赌王家的这场洗牌呢，则是直接物理清除。这场车祸呢，彻底团灭了大房一脉的男性继承可能。你以为这完了？不是的，斩草呢还要除根。这何佑光死后呢，他的亲姐姐啊，就是赌王的长女何超英啊，彻底疯了。这何超英呢，曾是赌王最骄傲的女儿，22岁就登上了财富杂志的全球50强商界女强人榜单。她不相信弟弟的死是意外，她疯了一样的去彻查真相。结果呢，她遭到了父亲何鸿燊的严厉阻止。父女俩呢彻底决裂啊，赌王收回了他名下所有的公司，而何超英呢，也在丧母丧弟和父亲决裂的多重打击之下呢，精神崩溃，带着女儿呢在海外流浪了10几年。2014年，何超英孤独离世，她的葬礼何鸿燊呢以白发人送黑发人不吉利为由拒绝出席。而李婉华的其他子女呢，二女儿何超贤呢被早早的扔到了国外去念书，回国这时候呢，家早已不是家了。小女儿何超雄呢，更是远离家族纷争啊，一心向佛。至此呢，大房一脉全线崩溃啊，再无翻身可能。所以啊，咱们最后呢，得用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来总结一下这场豪门悲剧。这李婉华所代表的阶层呢，是当时时代背景下的既得利益者，但当时代这艘巨轮啊开始转向的时候呢，他们这些旧时代的桥梁呢，就成了新时代最先要被拆除的障碍物。李婉华娘家为什么不出来帮他呢？因为他们自身都难保了，他们曾经引以为傲的背景被贬的是毫无优势啊，早已失去了和何鸿燊叫板的资格。而何鸿燊呢，他所做的这一切冷血切割，都是在为他自己呢铺平一条能够让他彻底洗白身份，甩掉旧包袱啊，拥抱新时代的路。所以你看啊，何鸿燊的薄情呢，从来就不是喜新厌旧那么简单，那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商人对利益和时局的精准算计。在这场算计里呢，李婉华和他的孩子们呢，从一开始啊就注定了是那一场盛大烟火过后最先冷却下来的炮灰。